嗨，大家好。那么这是联想刚刚发布的这么一个 ThinkBook 16加的这么一个笔记本电脑啊，它的热度也是非常高，后台有不少小伙伴在催更评测。那么机器已经在我手里了，先带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台机器的参数吧。其实就是一个标压12代的英特尔 H45处理器，加高分辨率大屏幕，加较全的接口的这么一个大屏的轻薄笔记本吧。那我手里这个呢是核显版本，另外呢还有 RTX 2050的版本，需要去到6299元了。屏幕会升级到120赫兹的高刷屏，显卡性能更强。那么在 RTX 2050的笔记本中的价格也是非常香的了。如果你有偏高负载的游戏，或者是吃显卡的生产力需求的，那还是独显版本会更合适一些。我说的这个核显版本的原价是5699元，促销价格呢是5299元，首发价格是4999元，价格呢还是挺香的。屏幕分辨率高，并且呢尺寸大，而且呢接口齐全，不用带扩展坞，而且呢它的品牌力也不错可能之前这个价位呢你只能买到低压处理器的机器，那现在你就能买到12代的标压处理器的机器了。那么这个 CPU 的性能呢会非常的强，也是这个机器呢最大的一个卖点了。那这台机器呢究竟表现如何，是否值得入手？本期视频会给到你答案。首先来看看外观吧。那么金属的一个外观的设计 ，A 面有一个这种撞色的一个设计，还有这个 ThinkBook 的这么一个英文字母的标识。我发现很多人经常会把 ThinkBook 和 ThinkPad 来弄混，但它俩呢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系列啊。ThinkPad 是走那种高端的这种黑色的商务风的，价格也更高一些。那么这台机呢，我们实质重量是1.8千克，标配了100瓦的3角的 Type-C 的充电器，带充电器的重量呢是2.1千克左右可以进行单手180度的开合。屏幕分呢是2560×1600的16:9的60赫兹的屏幕当你选到了2050独显版本的话呢，刷新率会上升到120赫兹。那实际测试的屏幕素质部分呢，94%的 sRGB 和70%的 DCI-P3色域覆盖，最大亮度呢达到了这个350尼特。色准方面呢，平均大印呢是2.2，最大呢是4.82屏幕分呢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对得起它的售价了。那么键盘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按理说这个15寸、16寸的机器，它的空间是允许的，理应搭配的都是带有数字键盘的全键盘、半高的方向键。但是呢，现在有太多的厂商15、16寸的机器呢都不给你配数字键盘了，遇到配备的我还需要单独拿出来表扬一下，真的太奇怪了。接口上呢，这台机器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了，也是我觉得这台机呢它非常大的一个竞争优势那么现在有很多轻薄本呢，大多数都是只给你 Type-C 的接口，而电脑呢它不像是手机那我们经常需要外出去接很多这种外接的设备，所以呢很多人肯定不希望笔记本走到哪里都带一个扩展坞。那么这台机的接口呢，在现在来看它是一个优势甚至还给到了你一个 RJ45 的网线接口，在这个厚度下有2个 USB-C， 其中一个支持雷电4也有这个 HDMI SD 卡槽，最厉害的还是这个隐藏的 USB-A 接口它有一个盖子，把这个 USB 呢藏到了机身里面，这样你就能在接上无线鼠标那个接收器之后呢，就不会凸出来磕碰掉或者弄丢了。那么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巧妙的。那么在内部的构造方面呢，机器采用了这个大电池加双 M2 硬盘位加板载内存的设计，可端转性呢还算是可以的那么现在轻薄本人一般都是没有可以换内存的机器了。不过呢，就是这台机呢它只有16G 内存的版本选项，感觉如果多一个32G 的内存版本呢，会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会更合适一些。内存呢是 LPDDR5 的4800兆赫兹的内存规格，电池的话呢是71瓦时。我们实测 PCMark 10的现代办公场景的续航是8小时17分钟。硬盘我手里这个机器呢是美光的3400的 PCI 4.0 的硬盘，速度也可以参考我们实测的数据，确实在这个价格下呢还给到了 PCI 4.0 的硬盘感觉还是不错的。网卡呢是英特尔 AX201散热的设计上呢是2风扇2热管，居压这个 CPU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散热结构上还预留这个独显的位置，这台机台也是有更高配的2050的独显版本的。那核心配置上呢，采用的是第12代的 H45 的英特尔的处理器 i5-12500H。那么像是去年这个机器它用到的 CPU 呢，可能还是 H35 的4核心8线程的处理器，而今年则是直接用上了 H45 的处理器的，其实就是游戏本上的 CPU 了。i5-12500H 处理器，这应该是我们在频道中的第一次见到这个 CPU， 12核心16线程的混合架构的 CPU。那我们实际测试的跑分部分呢，这个 CPU 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今年的英特尔混合架构的设计呢，对于移动端 CPU 的性能提升是立竿见影的。同样是 i7， 相较于去年的 i7 和 R7 都有20%的一个领先了。而且你仔细观察，那么今年的 i5-12500H 的跑分，甚至比去年的 i7-1180H 的跑分还要再强单核性能基本上和今年的 i7 差不多了。像是今年游戏本呢，我其实觉得 i5-12500H 加满血3060就非常够用了。然后你仔细想想把一个比去年旗舰游戏本还要再强的 CPU 给你放到了一个5000块钱价位的商务轻薄本上，那么这个 CPU 的性能呢，肯定是不需要多虑的。你在轻薄商务本中呢，基本上属于是一个吊打的存在了。那显卡方面呢，说到是比较多的。那今年为什么这种机器它上了 H45 处理器，而去年用的是 H35？那我猜测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核显的问题。虽然呢都是 XE 核显，但是去年的 H45 的核显呢只有48个 EU 单元，这个性能呢肯定是不适合放在这种没有独显的机器上的。H35 呢则是有着96 EU 的机器，所以呢去年这种机器它就选择了 H35 处理器，为了更强的核显性能。那今年的 H45 处理器
呢，相比较去年的 H45呢，除了在 CPU 上的提升以外呢，这个核显规格方面呢也增加了 EU 单元，像是今年的 i5呢就已经给到了这个80个 EU 单元了，所以跑分上 Titanfly 呢有1600分，虽然呢不及96 EU 的满血版本的 XE 核显，但至少是比去年的 H45的48 EU 要强了不少了。不过呢，今年 AMD 6000系列的低压处理器呢，看一些数据呢，虽然 CPU 和英特尔的差距不小，不过呢，看核显好像是挺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实际测试过机器啊，因为目前呢只有一台这个6800H 的核显1080是华硕的这个幻视3，这个机型要卖到了8000多价位了，完全不适合这台机器一个售价段的啊，那比2050版本的还要贵，所以呢参考价值呢其实不是很大。我们今天的对比呢就是和去年的 H35的 i5 以及呢去年的580H 机器去做对比的。这个游戏方面呢，测试了3个压力比较小的游戏 ，PUBG 呢是720P 的 CD 画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游戏的实际帧数吧。那么实际的游戏性能呢，因为核显规格的差异呢，其实还是不如去年的 H35的满 EU 单元的这个核显的。不过呢，这台机它最明显的是偏向 CPU 的性能释放，所以如果你要打游戏，肯定我推荐你去买这个2050版本的啊，肯定不会推荐你买这种核显版本。那核显版本的机器呢，也只是满足你轻度娱乐的需求，主要还是呢日常办公啊，或者是吃 CPU 的高负载场景下进行使用。那么实际的生产力方面呢，就和游戏上是不一样的了。Adobe 软件 1250H 要非常强了，明显的要领先于11320H 和580H 了。达芬奇的 4K 剪辑上呢，也要比11320H 和这个580H 要强。专业渲染器中都要比580H 要强，但是呢，吃显卡的渲染呢，因为核显的规格是不如11320H 的。那这次我们也引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的测试软件，叫做 Crossmark， 用来测试这个生产力、创造性和反应能力。不过目前我们测试到的机器比较少，先给大家一个参考分数吧。这台机器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科生吧，非常偏向于 CPU 的性能可能会有人觉得核显不行。当然呢，如果你把这个核显机器放在6000元的价位段我会评价它显卡性能不行，核显呢拖了这个 CPU 的后腿。但是你如果放在5000块钱的价格段，核显性能呢是这个价位下的一个正常表现，反而呢在这个价位段下呢 CPU 的性能呢特别的突出所以呢没有不好的机器，只有不好的价格所有的机器和性能呢，我们都是结合售价来去做评价的。烤机压力方面呢，我们单烤 CPU 呢可以稳定在55瓦的功耗，性能核心3.4G 赫兹和能效核心2.7G 赫兹的频率。对于一台轻薄本来说，那么这个性能释放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们观察频率和功耗曲线呢，还能发现甚至前3分钟呢还能跑的这个85瓦的性能释放的水平。单烤核显呢是25瓦的 CPU 的功耗，双烤机器的 CPU 的功耗呢是在50瓦左右。满载的噪音方面呢，大概是41分贝左右，还是呢比较安静的。键盘温度表现也还是可以的，键盘区的最高温度呢只有41度。所以这台机器的总结下，究竟适合什么人购入？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和开头说的一样，高分辨率的大屏幕加全能的接口加良好的散热加超强的 CPU 性能加5000块钱的合理价格。那么这台机器的市场定位呢，应该是非常精准的。它的优点呢是同价位下非常强的 CPU 性能，但是呢核显的性能是一般的。所以呢，如果你买笔记本呢，更加注重的是日常的使用，像处理一个文档、代码编译，或者是 PS， 或者是偶尔的视频剪辑，那么这台机器它是很合适的。那么它的 CPU 性能是很强的，但是你如果注重的是3D 渲染和这个游戏体验，那你还是买独显版本的机器会更合适一些好的，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本视频的话呢，不要忘了关注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